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苏雨晴从国外谈业务提前回来了，是为了给我庆祝生日。生日礼物是价值100万的腕表。我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这块表很不错，如果不是二手货就更好了。其实这几天苏雨晴的小助理一直都在更新自己的微博。他陪着苏雨晴出国去的，夏威夷的海滩上，跟比基尼姑娘谈业务吗？还是潜入水中，跟海里的小丑鱼谈？送我的那块腕表，明晃晃的就在小助理的手腕上。对于这种挑衅，我并没有理会，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不要的二手货，包括他和那块腕表了。再见，我的亲爱的妻子，祝你幸福。身负巨债的前妻。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坐在办公室里，同事们小声的议论仍然不绝于耳。听说苏总送了陆总一块手表，可贵了。嘿，小点声，那块表就是之前赵助理手上的那块，我见过的。据说是苏总忘了买生日礼物，从赵助理那里拿的，为此还给赵助理买了块更贵的。他们的议论声伴随着神色莫名的眼光，偷偷打量着我，看的无非就是我头顶上的青青草原。我只是笑了笑，没关系的，等这块表卖了，够给他们买墓地的。上个月，苏雨晴结束了在夏威夷的业务谈判，提前回了国，说是为了给我庆祝生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送上了一份昂贵的礼物，一块定制款的腕表。老公，这是人家早就给你订好的，看看喜不喜欢？我笑着点点头，有心了。腕表确实不错，做工精良，价格不菲。要是仔细观察，表盘和表链衔接的地方有些许的擦痕，那是长期使用后才会有的痕迹。苏雨晴还真是够不上心的。我缺的是一块表吗？既然如此，也别怪我心狠了。助理已经将所有的资料摆在了我的办公桌上。业务谈判是真的，但只需要1天的时间，补个合同的事快得很，却用了整整半个月啊！那些照片多么的刺眼，多么的肆无忌惮。苏雨晴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叫赵成安的小助理，或许是这几年的顺风顺水让他已经忘乎所以了，行事有些高调。尤其是这次，以前还算是偷偷摸摸，这一次却拍了不少的照片，很多的都很亲密。尤其是最后一张，两人站在沙滩上，激情拥吻着，放在艺术的角度，还真是唯美。我收到的那块腕表也被赵成安发了一条微博，我最心爱的腕表，这可是姐姐去年生日的时候送的呢。好在姐姐送了我更好的。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仁慈了，应该加一把火的。半夜，我应酬完之后，已经是醉醺醺的了。刚一进家门，就看见苏雨晴脸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看到我进来，皱着眉抱怨了一句：“这么晚才回来，还喝了这么多，你看看自己都成什么样子了。”我没理会他，自顾自地换起了衣服。还真是神逻辑，公司要发展，就要不断地拉业务，维系关系。难道像他这样，每天只需要貌美如花，然后跟小助理勾勾搭搭？怎么，公司不用发展了？还是说以后公司就靠着你和小助理卿卿我我？还是靠那块二手腕表？我话音刚落，苏雨晴有些慌乱了。她自以为事情是天衣无缝的，没想到猪队友无处不在。难得的，苏雨晴脸上露出了些许讨好的神色。远航，你听我解释。签完合同，我想着反正出来了，就顺便玩一圈，总不能把赵成安一个人扔下吧。至于那块表，这是我的失误，是赵成安没见过，
带上去拍了几张照片而已，你没那么小气的吧？我嗤笑几声，完全没有说话的欲望。要不是计划还差一点，今天我就把离婚协议扔到他的脸上。算了，反正我的东西赵成安都是先用的，早就习惯了。苏雨晴顿时有些恼怒了，她站起身，冲着我大声喊道：“陆远航，你阴阳怪气什么？不就是一块表吗？至于那么小心眼吗？你不就是嫉妒赵成安最近促成了几笔投资吗？这么狭窄的气量，真不知道你怎么经营公司的。”提起那几笔投资，我的心情好了不少。赵成安是草包，却在人家眼里是必须维护着心肝宝贝。等着吧，会有惊喜的。毕竟那可是我费尽心机让他促成的。发泄完之后，苏雨晴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疏离的眼神，顿时有些慌了。5年间，我从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不由得语气软了下来。你别太小心眼了，下次我和你一起出去好不好？还有，我送你的腕表，你怎么不戴？我满不在乎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就自顾自地点上了一支烟。不用，我这人没情调，出去了影响你的心情。至于表，我从不用二手的，人也一样。苏雨晴的脸色陡然变白，她张了张嘴，终究是没敢说些什么。我知道，不是他对我还有感情，只是下手没我早罢了。我的手里握着公司40%的股份，他不敢翻脸，更不敢离婚。看到气氛实在是压抑，苏雨晴终究是受不了，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家门，只留下一句：离婚不是小事，你别胡闹。这次我不当真，你好好反思吧。这次我不会轻易原谅你的。冷暴力吗？你擅长，我更擅长。接下来的1周，苏雨晴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个信息，自然也没有回家。我就更不会凑上去犯贱。刚在公司处理完文件，手机亮了一下，一条信息发了进来，是苏雨晴的闺蜜发的。随手点开一看，是苏雨晴和赵成安还有她的几个闺蜜一起在酒吧喝酒。苏雨晴脸色很正常，根本没喝多少，却装出了一副喝醉的样子。雨晴姐，回去吧，你都在我那住了好几天了，万一陆总生气了怎么办？赵成安的话看似在劝着，实则充满了挑衅的味道。切，我怕他，我可是公司第1大股东，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离婚就离婚，想娶我的人多了去了。视频就到这里，明白？告诉我，赶紧低头，以后别再计较赵成安的事情，不然后果自负。我这人打小就倔，从来不听劝，更不听威胁，不就是后果吗？自负就自负。至于2人是不是住在一起，我根本就不关心。就在上个月，公司里面有一场很重要的宴会，我提前都跟苏雨晴说过的，结果人家直接放了鸽子，让对方合作伙伴的脸差点黑了。要不是我还顶着苏雨晴丈夫的名头和公司副总的身份，人家勉强给了面子，公司就等着提前破产吧。那天以后，公司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是怪怪的，既有我临危不乱的钦佩，也有看可怜虫的味道。确实啊，那天苏雨晴在做什么？给赵成安庆祝乔迁新居，正主跟3在一起潇洒，我这个可怜虫还得辛辛苦苦地擦屁股。不过没关系，所有的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天我质问他的时候，只有轻飘飘一句解释：你是我的丈夫，出席也是一样的，对方不会计较的。看完视频，我轻笑几声，直接回了一句，转告苏雨晴，以后也在赵成安那里住着吧，不用回来的。我知道。苏雨晴就在对面等着，果不其然，才几秒钟，电话就打了过来。陆远航，你什么意思？给你脸给多了是吗？
给你台阶，你最好赶紧下，惹急了我，你可就什么都没了。别忘了，我才是大股东。听着电话那头气急败坏的声音，我只觉得一阵好笑。台阶，或许是吧，不过咱不需要。凭本事打天下的男人，自然也不会被那些情情爱爱的玩意羁绊。自己做下了背叛的事情，还想着占据主动，他真的以为我爱他爱得不可自拔了？稍微施舍一点好脸色，我就得跪着接回来。抱歉，我不收垃圾。苏雨晴，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你是大姨妈倒流，把脑神经糊住了，自己脏了还装什么白莲花？离婚吧，如你所愿。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这几天，我加班加点的完成了计划的最后一环。现在，我抽屉里准备好的离婚协议终于能派上用场了。有时候，茫茫人海当中，相识也算是一种报应。这种报应，我认了，希望你也认。想了想，我收拾东西回了家。既然扯破了脸，我还是早点把东西准备好，省得苏雨晴回家收拾，脏了我的眼。这还是第一次，我干家务觉得这么有意思。看着空了一大半的家，我皱了皱眉头。属于他的让他带走，属于回忆的还是彻底销毁了比较好。看着满墙的照片，我的内心已经掀不起波澜。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喝醉，第一次旅行，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了。以前那些都是我们甜蜜的见证，转头就成了刺向心脏的利刃。女人啊，狠起来还真是不可理喻，尤其是在赵承安这里。其实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早在1年前，赵承安成为他助理的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了。一开始还能说是追求刺激，但后来已经谋划着算计我了。他总是认为自己转移资产的手法很高明，唯一的麻烦就是我手里的股份而已。只可惜哪里会有不透风的墙，你心心念念的股份会给你的。至于转移的资产，放心，一分不少的都得吐出来。很快，苏雨晴的东西就被我收拾好了。其实东西不多的，毕竟好多的东西他自己早就搬走了。手机响了，很烦人，皱着眉，我接了起来，是我的助理陆总。苏总现在跟赵助理在媚色会所，你要去吗？坐在车上，我闭着眼睛小气。5年的感情终结就在此刻。媚色会所距离我的别墅并不远，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看到助理的眼神，我心里面彻底的了然。听声音，里面只有苏雨晴和赵承安。雨晴姐，现在陆总已经发现我们的关系了，真的不会有什么吗？苏雨晴的回答很随意，能听得出来，两人探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1次2次了。怕什么？他现在估计还在跟我闹意见呢。等我把他手里的股份弄过来，就跟他离婚。5年了，早就没激情了。他除了能赚钱，还能做什么？房门是虚掩的，两人还真是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就准备水乳交融了。苏雨晴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手指勾着赵承安的下巴，两个人激情拥吻着，手也不是很老实。承安，等到把陆远航赶出公司，我们就结婚。你的能力足够坐上那个位置。两个人更是肆无忌惮起来，暧昧没持续几秒，主要是我实在是不懂得风情，一脚踢开了房门，惊扰了一对野鸳鸯。助理很有眼力劲，后面拿着 DV 拍摄，那手法堪比专业的，回去给他加薪。陆远航，你干什么？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被吓了一跳的苏雨晴慌张地站了起来，赶紧将自己身上早就快要褪掉的衣服慌乱地穿好。我刚才喝多了，有些头疼，承安照顾我一下，你别多想。要是助理手里没拿着 DV，
恐怕就不是这一副说辞了吧？毕竟也是有身份的人物，要脸。这时候，赵承安也已经整理好了衣服，恭恭敬敬地站到了一旁，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苏雨晴，别装了，刚才在门外的时候，你们的对话我听见了，也录下来了。看着苏雨晴再次慌乱的眼神，我笑了，笑得很冷。所以不用那么麻烦，离婚协议我带过来了。说着，我就递上去几页文件。看到他迟迟没有接，我也不恼，饶有兴致地解读了一下协议。家里的财产大概是1个亿，没算被你转移，还有给赵承安买豪宅的5000万。我的公司股份价值3个亿，既然你想要股份，我成全你，股份归你，家里的财产归我。不过转移走的5000万要还回来，除此之外，你从公司再补偿我1亿现金，怎么样？你不亏吧？谈起业务，苏雨晴很快就恢复了镇定，看了我一眼，伸手拿过离婚协议书，里面确实跟我说的一样。不过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下来，沉吟了片刻才开口：陆远航，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不瞒你了。没错，我确实准备跟你离婚，不过你的条件太高了，家里的财产全给你，没别的了。我玩味地笑着，并没有着急说些什么，只是从包里面拿出了一个平板，好整以暇地打开，递了过去。看到上面的内容，苏雨晴脸色惨白，也没什么特别惊讶的，也就是一些苏雨晴挪用公款，还有商业贿赂的一些证据罢了。跟这些比起来，婚内出轨最多就是道德谴责。现在给你个机会，重新开价，这些证据足够让他进去待上个10年8年的了。过了好半晌，苏雨晴才换上了一副温柔的样子，缓缓开口：陆远航，我觉得我们可以谈谈的，毕竟是5年的夫妻，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你觉得呢？我知道是因为赵承安的事情，没关系的，只要你说，我立刻跟他断了。这个婚，我们完全可以不离的，不是吗？这一瞬，我都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听。他的脸皮到底是有多厚，才能说出这种话来？简直可以写进教科书里了。当看到赵承安眼神中并没有被抛弃的神色，我明白了，挥了挥手，身后的几名保镖就走了上来。很快，赵承安就被按得跪倒在地。我慢条斯理地用平板翻出了几张照片。赵助理，你看这张，车祸死的，好惨呐，脑浆子都崩出来了。看看这张，淹死的，都出现巨人观了。你再看看这张，火灾，实在是太惨了，都成焦炭了。我连续翻出来10几张照片，每一张都对应了一场惨烈的意外。赵承安一个刚出校园没2年的小家伙，怎么可能受得了？苍白的脸色，快要呕吐的样子，都是在说着我的猜测都是对的。陆总，你这是什么意思？拍了拍他的脸颊，我轻笑着，没什么，就是一种另类的爱好，想跟你分享一下罢了。能跟我说说你到底喜欢哪一张吗？话虽然没明说，但苏雨晴和赵承安是明白我的意思的，随时可以安排，必须妥妥当当。赵承安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苏雨晴也是一脸的阴郁。他们大概是想起来了，几年之前我的手段黑得很。陆远航，别把你那些肮脏的手段用在承安身上。苏雨晴有些崩溃，语气中都带着一些颤抖。看得出来，还真是真爱呢。苏雨晴，我的手段再肮脏，比得上你的心脏吗？5年啊，我从没有背叛过你，但你却在算计我。算了，再说什么也没意义了。那请问苏总，离婚协议还需要继续探讨吗？苏雨晴眼神暗了暗，最终还是咬着牙应了下来。好，按你说的，我答应了。说完，
就在我的示意下签下了离婚协议书。钱到账了，我会跟你签股份转让协议的，放心，我这个人很守约的。苏雨晴还算是守约。第二天，我们名下的共同财产就全部都转到了我的名下，被转移的5000万，还有1个亿的补偿金也全部到位。我也是守约的人，在苏雨晴期盼的目光中，将公司的股份全部转到了他的名下，各取所需。现在我们只需要等离婚冷静期结束，倒不是我非要吃点亏，主要是苏雨晴的公司能拿出手的资金是不足1个亿的。为了凑上这笔钱，他肯定要想办法从项目上挪用出来的。投资公司主要是对外拉拢资金，还有就是银行贷款的。本来公司的流动资金不少，在发现苏雨晴出轨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只不过苏雨晴想的太少，只是转移夫妻共有财产，而我将夫妻共有财产全部让会计师事务所审核之后，1分都没有动，借着公司投资的名义，将公司不少的资产转移走了。剩下的这些也仅仅是担心被看出来，故意留下的而已。这下子彻底的空了。那些从银行贷的款就是定时炸弹。等待离婚证的期间，我很老实，接下来的事情可是一场好戏，必须要养精蓄锐，万一错过精彩的场景，那就没得补了。这段时间我是不打算惹事的，只不过有些人非要上赶着过来挨耳光。这天，赵承安居然邀约我喝咖啡，想了想，没拒绝。等我到的时候，赵承安已经满面春光地等着我了。陆总，我们聊聊。炫耀来了吗？一边品尝着咖啡，我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的小男人，其实挺想笑的，啥都不懂就敢这么嚣张，还真是好日子过多了。赵承安眼神中带着挑衅，得意洋洋的。陆远航，你以为没了你公司就不行了？告诉你，最近我可是谈了几个好项目，合同已经签了，公司的利润比你在的时候能翻1倍。雨晴姐已经任命我当副总了，等你们扯了离婚证，我们马上就结婚。听到赵承安的话，我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你就这点本事吗？挑衅是吧？告诉苏雨晴，今天下午下班前500万打我账上，不然他出轨的证据估计就不知道会丢到哪个网站上了。我简单的一句话，赵承安立即哑火。很快，苏雨晴就过来领人了，自然我账户里的钱也多了一些。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算是井水不犯河水，赵承安也算是老实了。直到离婚证下来那天，我在苏雨晴公司前面放了足足几十挂鞭炮，不仅仅是庆祝苏雨晴，是在庆祝和自己的真爱领了证，终于不惧我的那些威胁。还有就是帮他庆贺赵承安成功投资了10几个项目。这段时间，赵承安简直不敢相信，接连不断的好项目纷纷找上了他，每一个都是以前1年都难得遇到的。他那贫瘠的大脑完全没转过弯，不明白自己到底踩了多少坨便便，或者说在便便里面打了多少滚，才能换来这等运气。苏雨晴原来对于管理公司什么的就不是特别的精细，细节的东西都是我在操心。对于这种情况，他还以为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自然也是大肆庆祝。我还大方地买了2个花篮送了过去，原本是准备跟思密达一样送几个花圈的，但想想还是算了，礼太重了，怕他们一时接受不了。戏还是要慢慢演的，我可不希望惹上一身骚。陆远航，你这是知道自己跟承安的差距了，你1年的成绩也比不过承安1个月的，废物就是废物。苏雨晴表情还有些得意，
直到看见我手里的菊花，他微微一怔，下一秒就皱起了眉头，正要发作。陆远航，你专门找事是不是？居然敢带着菊花过来，到底是几个意思？我们已经离婚了，现在程安才是我的丈夫，你手里那些东西威胁不到我。看着眼前愤怒的女人，我笑得很开心。我手里那些资料现在自然是威胁不到他的，那些足够将他送进去的资料，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被他全部都清理了。至于出轨，婚都离了，谁还在乎啊？没有，苏总，我今天是提前过来祝贺的。那些项目好啊，以前是1年难遇1、2个，您的公司却在1个月内拿下了10几个，确实是业内翘楚，佩服啊！看到我这么说，哪怕是苏雨晴再傻，也意识到了里面有问题。陆远航，是不是你因我摆了摆手？对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我是不予回答的。现在引爆的按钮握在我的手上，接下来3个月的时间，苏雨晴焦头烂额，但始终找不到我埋下的雷在哪里。招手叫过助理，时间差不多了，动手吧。助理会意的点点头。陆总，您请看好戏吧。很快，苏雨晴的公司就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问题。赵成安以为的那些好项目，全部都是皮包公司，直接来了个集体卷款跑路，引爆了投资骗局。仅仅1个星期，苏雨晴就变成了过街老鼠，出门都得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谁知道那个方向就会飞来一些东西。臭鸡蛋都是青的，曾经还飞过来一次扳手，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开5金店的老板被骗了。远航，我们谈谈吧。终于，沈清微低下了一向高傲的头颅，准备跟我聊聊。昏黄的路灯下，苏雨晴左右张望着，看到我从车上下来，再也按耐不住，小跑着冲了过来，却被忠心耿耿的助理拦住了。苏小姐，我没什么跟你谈的，有什么事情还是跟你的丈夫谈去吧。我在车上讥讽地看着面容憔悴的女人，这不是苏总吗？您不在公司里发财，找我这个升斗小民做什么？这赵成安也真是的，心心念念的女人娶到手了，居然让她这么憔悴，啧，人心不古啊！苏雨晴试图扑进我的车里，被拦住了，哭得泣不成声。我没有丝毫的心疼，这都是咎由自取，不是吗？赚了钱就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差得远呢。远航，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猪油蒙了心，我准备和赵成安离婚了。我现在才知道，只有你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远航，我们复婚，你还会接受我的，对不对？苏雨晴一脸期盼地看着我，现在的她多么期望我点头啊！可是我看见她就觉得反胃，她的压根就不是后悔了，只是公司破产带来的债务让她再也不能像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的美好。只可惜现在才只是开始而已。苏雨晴还真的以为能把公司做强做大是她的功劳，还是以为那个刚从学校毕业的赵成安能力挽狂澜，够天真的。沉默了一小会儿后，苏雨晴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突然跪了下来。她紧咬着下唇，酝酿许久，才终于开口：远航，我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什么都不要，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5年的夫妻啊，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没办法放下啊！我只是冷冷一笑，直接就无视了他。开车，在这里待久了，都有一股子垃圾的味道。很快，车就从他的身边开了过去，丝毫没有理会哭得带雨梨花的苏雨晴。我闭着眼睛，脑子里想着的是下一步的计划，感激于我的女人和财富，
赵成安，我安心的享受下半生吧。还没等我采取行动，苏雨晴就先我一步，大概是看到我坚决如铁的态度，她也放弃了打感情牌的策略，直接将我起诉了。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合同欺诈，要求将公司的所有债务全部都由我承担。看着眼前的传票，我笑了，笑得很讽刺。这女人到了现在还不死心，一心想着算计我。这个主意大概是赵成安出的吧？也是，之前那些合同还是有一些漏洞的。没办法，那些公司都是皮包公司，自然是有漏洞的。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开庭的那一天，看着自信满满的两人，我只是淡淡的笑着。现在畅想的有多快乐，一会儿打脸就会有多痛快。面对原告律师的指控，我沉默不语，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律师。没办法啊，要不是懒得说话，我都不用请律师的。那些投资协议上都是苏雨晴的签的字，还有全套的会议记录。之前的几笔我都是反对的，这也是苏雨晴说我嫉妒赵成安的原因。后面的自然跟我更没有关系。至于我以投资名义倒腾出去的钱，那些完全符合投资的条件，只是亏损了而已。毫无疑问，这件看似复杂的案件被当庭宣判，所有的债务都与我无关。看着得意变惊恐的苏雨晴，我只是玩味地笑了笑。5年前，我们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公司真的好难，两个人也是吃尽了苦头，拼搏了这么多年，终于拨云见日了。可当年立下的誓言，也终究是被风吹散了。我们曾经一起蜗居在出租屋的时候，两人也是相濡以沫的，一起趴在床上，畅想着未来的幸福生活。远航，谢谢你陪着我，这辈子只要你在身边，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那时的苏雨晴是单纯的，是天真的，也是没有背叛的。可嘴角的笑容却一刻没有收起。真幸福啊！你也是我最大的幸福。以后我一定要给你最好的物质条件，我们永远不分离。只是没想到，短短的5年，烟消云散。每天助理都会跟我汇报苏雨晴的动向。我端起桌子上的手磨咖啡喝了一口，神色冷漠地看着助理，安排一下。我觉得现在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舒坦了，给他们找点事。助理迟疑了，他是了解我的，所有的计划他都有参与。陆总，您觉得到什么程度？想了半天，我站起身，走到了窗户边，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看下面的人走得多匆忙啊，你觉得他们幸福吗？助理会议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当天下午，我就被警察找上了门。陆先生，有人控告你故意伤害。看着眼前的警官，我笑了，摊了摊手。这位警官，我是守法公民，可以配合你的调查，不过还请您慎言，凡事都需要讲究证据的。经过警方的解释，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苏雨晴和赵成安在忙碌完公司的事情，刚出公司的大门就被车撞了，伤势还是很严重的，两人的腿都已经断了，就算治好了，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简单的说，就是没治好以后坐轮椅，治好了拄拐。最终，警察还是一无所获，悻悻离去。确实不是我做的啊，我只是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剩下的都是助理自己意会的，任何的细节我都是不清楚的。这个助理也真是的，自作主张。我只是想让苏雨晴更幸福一点，并没有说采取那些方式。在苏雨晴醒来以后，没少给我打电话，不过我一次也没接听，发了上百条的信息，我更是没看过。不过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我答应的事情还没做到呢，毕竟咱们可是很有素质的
吩咐了助理几句，我就坐上车去了医院。一见我，他的情绪瞬间就激动了。陆远航，一切都是你，对不对？公司都破产了，我也债务缠身，难道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这么狠？好歹我们也做过5年夫妻，你非要把我逼上绝路是不是？看着眼前的女人吃人的目光，我玩味地笑了笑，拍了拍手。病房里走进了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对我点头示意之后，安静地站在了一旁。我从衣兜里拿出那块腕表，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他送我的那块赵成安用过的2手货。苏雨晴，这块表你还记得吧？去年赵成安过生日的时候，你亲手给他戴上的。今年我过生日，你又恬不知耻地送给了我。我早就说过的，我不用2手货，女人是，手表也是。说完，我将腕表交给了中年男人，示意他上前解释。男人点头，缓缓开口：苏女士，我的委托人已经将这块腕表捐给了我们天安公益组织。顿了顿，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然后继续开口：按照协议，这块腕表折现之后，除了我们的手续费和捐赠的部分，剩下的资金用于购买一块墓地。按照陆先生的要求，您和赵成安先生的后事我们会处理的，那块墓地也会缴纳20年的管理费用，其余的还请您提前安排好了。说完，中年男人就合上了协议，朝着我鞠了一躬，然后走出了病房。苏雨晴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嘴唇张了张，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轻笑几声。我缓缓开口：苏雨晴，不用感谢我，不管怎么说，你我曾经都是夫妻，我是不会让你死后还污染空气的。那块表也算是废物利用。说完，我就准备离开。临出门的时候，我回头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希望你们好好活着，毕竟欠了那么多钱，还干净了再死。事到如今，我也懒得再和他废什么话了。关上门的瞬间，我听见他在里面喊着：陆远航，我求求你放过我吧，之前是我不懂事，但我真的不想死啊。苏雨晴的声音中带着颤抖，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他知道我有多狠，也知道我不会放过他和赵成安的，但这些改变不了结果。既然做错了，那就要承担后果的。要是道歉有用，那要道德与法律做什么？况且我只相信自己的手段，对于背叛者，我是不会让他们好过的。从医院里出来，我坐在车上一言不发，助理几次张开了嘴，又都闭上。我知道他想问什么，想了想，开始开口解释了一下。现在的苏雨晴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和赵成安并没有后悔算计我，只是后悔没算计到而已。苏雨晴是骄傲的，赵成安更是没脸没皮。那些债务他们是不会去偿还的，也偿还不了，但只要他们活着，对我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接下来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断绝了最后希望的就是那块腕表。他知道我是不会放过他的，剩下的事情我们不用脏了手，苏雨晴会做的，还会很干脆。助理点头，尽管我知道他还不是很理解。果然没有超出我的判断。就在苏雨晴出院的当天，他拉着赵成安从楼上跳了下来，还算是不错，至少没有继续别祸害别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